民国10年（公元1921年）秋，河南省嵩山山脉一座未被记载的明代亲王大墓深处，墓室里的空气闻起来像是尘封了500年的死亡和寂静。江城半跪在地，用手帕小心翼翼地擦拭着德国制怀表镜面上的雾气。表盘上秒针正以一种与周遭的永恒死寂格格不入的节奏稳定地跳动着。凌晨3点1刻，距离他入墓已经过去了整整5个小时。作为谢岭一派最年轻的传人，江城早已习惯了与黑暗和孤独为伍。他今年20岁，身上穿着一套贴身的深蓝色工装，脚蹬一双厚底皮靴，腰间的武装带上挂着地质锤、罗盘，以及一个装满了各式工具和药品的牛皮小包。开序：民国遗珍，苍穹星盘。此刻他正用一把瑞士多功能小刀的杆锥轻巧地旋动着面前一道青石暗门机关的最后一处枢纽。咔嗒一声轻响，在空旷的墓道中宛如惊雷。江城没有丝毫犹豫，身体如狸猫般向后弹开，同时屏住了呼吸。这是谢岭一派的规矩，也是无数前辈用生命换来的教训。越是看似安全的时刻，往往越是杀机四伏。预想中的毒气或案件并未出现，江城静待了足足1分钟，用怀表镜面探测了一下门缝后的气流，确认安全后才缓缓起身，推开了那扇通往主墓室的石门。门后的景象让他这位见惯了王侯墓葬的专家也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这里没有金碧辉煌的棺椁，没有堆积如山的珍宝，宽阔的穹顶之上竟是一幅用无数夜明珠和各色宝石镶嵌而成的完整而精确的大明混仪图。脚下光洁的黑曜石地面上则石刻着周天星斗28宿的轨迹，而在整个墓室的正中央伫立着一座3米多高的巨大黄铜仪器。它有着浑天仪的复杂结构，却又带着钟表般的精密齿轮。这不是墓，这是一个观星台，一个天文实验室。江城喃喃自语，眼中闪烁着学者般狂热的光芒。他绕着那座奇异的仪器走了一圈，地质锤在上面轻轻敲击，发出沉闷而悠扬的声音。他知道这座大墓的主人不是王侯，而是一位痴迷于天文、术数与机关学的绝代奇人。所有的秘密都藏在这座仪器之中。江城很快发现，仪器底座上刻着北斗七星的图案，每一个星位都是一个可以按下的机关。这不是一个单纯的谜题，而是一个需要用到风水、术数乃至现代数学的复杂密码锁。他从皮包里拿出笔记本和碳素铅笔，借着头顶星图的光芒迅速地计算起来。谢岭一派传承的不仅仅是盗墓的技巧，更有对古代方术的解构与研究。江城口中念念有词，笔下却在飞速地列出方程式。1个时辰后，他长舒一口气，按照计算出的顺序依次按下了天枢、玉衡、天权。当第7颗星瑶光被按下的瞬间，整座仪器开始发出低沉的嗡鸣，无数齿轮缓缓转动，星环层层解构，最终一个由不知名黑色金属制成的8丈大小的圆盘从仪器顶端缓缓升起。然而江城脸上的喜悦只持续了不到1秒，仪器的嗡鸣声并未停止，反而变得越发高亢刺耳。突然，脚下时刻的周天星轨猛然亮起灼热的红光，整个黑曜石地面从中间裂开一道巨大的环形深渊，将江城困在了外围。而那座巨大的黄铜仪器与新生的星盘则伫立在中央的孤岛之上。更致命的是，那座仪器上的数层星环开始以不同的速度高速旋转起来，星环的缝隙中射出一道道如同实质般的白色光束。江城瞳孔急缩，一个翻滚，险之又险地躲过一道从脚边扫过的光束。光束切过墙壁，竟像热刀切牛油般留下一道深邃的焦痕。他立刻明白，这是古墓主人设下的最后一道考验。他观察着光束的运行规律，发现它们的扫射与穹顶星图的运转完全同步。在计算出一个仅有3秒钟的空档后，江城不再犹豫，他如同一头蓄势待发的猎豹，
在光网交错的瞬间猛然冲出。他奔跑、跳跃、滑铲，身体以超越极限的姿态在数道光束的缝隙间穿梭。他距离中央的孤岛越来越近，当机立断，奋力将手中的地质锤投掷过去。当地质锤精准地卡住了那枚齿轮，整座仪器瞬间出现了 0.5 秒的迟滞。对于江城来说，这已经足够了。他抓住这刹那的机会，纵身一跃，稳稳地落在了中央的平台上。身后光网恢复运作，江城喘着粗气，但他终于站到了这座宇宙的中心。它就像一个极其复杂的星盘，层层叠叠，上面镌刻着无数细如发丝的星轨和江城从未见过的奇异符文。它静静地悬浮在那里，仿佛宇宙的缩影，充满了一种令人心悸的超越时间的魔力。苍穹星盘，江城看懂了仪器底座上篆刻的古字，下意识地伸出手。他不是为了贪婪，而是出于一个科学家对未知事物的极致好奇。就在他指尖触碰到星盘那冰冷表面的瞬间，异变陡生，星盘猛然爆发出璀璨的白光，上面的符文与星轨如同活物般疯狂流转，整座墓室的星图随之亮起，一股无形的力量以江城为中心轰然扩散，在时间的长河中，无数涟漪悄然泛起。同一时间，东海之滨，怒涛拍岸，一名独臂的男子猛然抬头，感觉到怀中那柄不起眼的木剑正发出阵阵哀鸣。杏子林中，一位豪气干云的络腮胡汉子正仰头喝酒，却突然手腕一颤，酒水洒了一襟。他感觉到一股莫名的心悸，仿佛遥远的故乡正在呼唤。华山之巅，一位浪子醉卧在石上，腰间的长剑无故嗡嗡作响。他迷茫地睁开眼，仿佛听见了风中传来了求败的叹息。青驴之上，一位明眸皓齿的少女行在山道间，挂在驴鞍上的铁罗汉突然微微发烫，他好奇地摘下来，放在手心，只觉得天地间似乎有什么大事将要发生。这一切江城都不知道，他只感觉到一股无法抗拒的巨大拉扯力。他的身体，他的意识，仿佛被分解成了最基础的粒子，抛入了一条由无尽星光组成的洪流。他的怀表、工具包、急救带，他身上的一切都被那光芒紧紧包裹。500年的时光在他感官中被压缩成了一瞬。当那撕心裂肺的拉扯感消失时，周遭重归死寂。江城发现自己依然站在那座仪器前，但那枚苍穹星盘却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他左手背上一个一模一样的复杂而神秘的黑色纹身。墓室开始剧烈的颤抖，穹顶的夜明珠纷纷坠落，大量的泥土和石块从上方坍塌下来。江城来不及多想，转身便朝着来时的墓道狂奔而去。凭借着专业的技艺和身手，他险之又险地躲过了所有崩塌的机关，最终推开了那扇沉重的通往外界的最后一道石门。轰隆！耀眼的不属于手电筒光芒的阳光瞬间刺痛了他的双眼，清新的带着草木芬芳的空气涌入鼻腔，与墓中沉闷的腐朽气息截然不同。江城用手臂挡住阳光，眯着眼朝外望去。他看到的不是他入墓时那个被乱草和荆棘掩盖的不起眼的土坡，而是一片广袤无垠的原始森林。远处是连绵不绝的巍峨山脉，天空蓝得像一块无瑕的宝石，一切都显得那么的原始、古老而又陌生。在他的身后，整个古墓彻底坍塌，将唯一的入口永远的埋葬。江城站在陌生的阳光下，看了看自己身上的工装，又摸了摸手背上那个神秘的纹身，脑中一片空白。这里是哪里？